眼下要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八子，醒醒，再努把劲儿！想想你娘亲，想想君亲，他们都是为你而去的呀。你身上是几条人的性命，是为他们活着，千万别放手，千万别松手啊，月啊！坚持住，娘亲，用力啊！好，好，夫人，好，用力啊！八子，用力，用力呀！大王，大王，怎么样？孩子胎位不正，臣用尽毕生所学，保一人性命还是可能的。请示大王，是保孩子，还是保母亲？当然要保。保母亲？自然是保母亲。是。你听见了吗？夫人，大王说要保住你，保住孩子的母亲。八子，不要管我，保孩子，保孩子。夫人，你使劲啊，坚持住啊！快拿些鹿茸和人参来，让八子含上。月儿，要不能生，就看他的命了。使劲，快点，把水拿来。月儿，拿水去。快拿水！快点去拿水！姐，用力呀！不是，不行，月儿，使劲啊！月儿，用力呀，月儿！夫人，坚持住，使劲啊！让你八子再撑一把力气，告诉女一志，他百会穴，快，一定要快！哎，大王，万万不可！你是金贵之躯，入产房将有血崩之灾的。是的，母亲，寡人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呀，大王，太晚就来不及了！不能去啊！滚开！给我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大王，滚开！大王，大义大慧，你就是不顾着您自己，你也得顾着秦国的国运呐！大王！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不能死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！寡人还要你去承明殿，为寡人整理书简。寡人还要你陪寡人看着大秦一统天下。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醒了，月儿醒了。八子，使劲儿！坚持！住的，吸气，1、2，1、2，八子，使劲儿！
赏女医治和太医令，重赏。谢大王。每日八子服用的药汤，那药渣必定是要留下来的，这是太医院的规矩，以防万一有什么差池也好核对。可为什么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找不到呢？从草药到药渣，爱姑姑从不让我们插手。爱姑和我们也算是几十年的相识了，我真不敢相信她会害月儿。智姑姑，智姑姑，智姑姑，你快看，这是不是药渣？没错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柴房的柴堆下面。不好，我得马上去见太医令。女医治，此事你能确定？奴婢不敢有半句谎言。太医令开的安胎药确实被人动了手脚。经查证，那人不仅在安胎药的成分和用量上做了文章，还在里面添加了一味害人之物。是什么？在被找到的药渣里，发现了大量的水蛭。那东西是破血清瘀的良药，但怀有身孕的女子是万万碰不得的。胆大包天！因为那爱姑与奴婢一样，都是王后陪嫁带过来的女医，奴婢以为是可依赖之人，举荐她照顾八子，谁知她竟包藏祸心，奴婢有罪。臣用人视察，请大王责罚。好了，念你们二人昨日救护芈月和王儿有功，算你们功过相抵吧。谢大王开恩。寡人还有一事要问你们两人。王后那安神丸是怎么回事？王后用的安神丸是楚国南蛮之地的秘方，对此药，女医治应当更清楚些。这种秘药的确有迅速催眠、令人昏睡不醒的功效，但长期服用却是伤身的。想来王后本人可能并不知情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以为如何？大王不必问老奴，依老奴看，大王心中早已有数。戴瑁是王后心腹之人，那爱姑又是被戴瑁指使。寡人宁可相信王后并没有害人之心。王后若被蒙在鼓里，那安神丸定是戴瑁为了自己主子开脱的手段。大王说的甚是。可惜那爱姑还没有抓到。大王尽管放心，既然已经全城通缉，他跑不到哪儿去的。不管怎样，凶犯是王后的人，王后仍有失察之过。都2天2夜了，就这么昏睡不醒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太医说了，夫人生产时太辛苦，力气已经用光了。小公子和夫人能活下来，全凭运气。可怜的月儿。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。月儿，月儿。孩子，快让奶娘把小公子抱来。月儿，你总算醒了，你都睡了2天2夜了，吓死我了。大王，大王每日都来，还有王后，其他嫔妃啊，也不时派人过来打探，还送来了礼物。樊长史还送来了一套小被褥给小公子，那针线好精巧。
八子，你看，是男孩。是啊，男孩。男孩好，男孩真好。男孩以后就不用做印了，可以自己征军功、领封地，自由自在的活着，不用像你娘亲和你外祖母一样。王后，听说爱姑姑被抓了，关进了永巷，还没用刑就什么都招了。她说这一切都是玳瑁姑姑谋划的，玳瑁姑姑要她下药害芈月和芈月肚子里的孩子，为此给了她许多财物，还许给她在楚国的家人很多好处。姑姑好糊涂。大王看了口供，雷霆震怒，说什么？大王说，你说吧，我受得住。大王说，玳瑁姑姑恶疾祸淫，所以要被枭首示众。你是说，玳瑁姑姑要死了？她的头要被挂在宫墙上。是。我要去救姑姑，一切祸事因我而起，姑姑生死攸关，我要去救她。王后，可是大王已经下旨，眼下谁都救不了姑姑了。不，有一个人可以，只要他肯说话，一定可以救得了姑姑。八子，王后来了。姐姐，你们都出去，我与妹妹有话说。出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坐下说话。妹妹，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玳瑁姑姑以身试法，的确该罚该杀，但她自幼照料姐姐，与姐姐情同母女，姐姐不忍看她身受异处。只要妹妹求大王开恩，留玳瑁姑姑一条性命，妹妹要什么姐姐都答应你。姐姐起来说话。不，除非妹妹答应替玳瑁姑姑向大王求情。姐姐糊涂。姐姐待月儿恩重如山，妹妹从小受姐姐庇护恩惠，若有所求，月儿无不答应。但玳瑁不同，她为非作歹，刑罚不容，更何况她是百毒之源，她日日夜夜言辞蛊惑，离间你我姐妹情谊，她为鬼为欲，最终害人害己。姐姐救她是饮鸩止渴，玳瑁去了，
那是姐姐的一大幸事，姐姐不该为他说情，我更不该留他。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姐姐的缘故。不用说那么多。总之，你是不肯除恶务尽。芈月不能做违心之事，哪怕姐姐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我求你了。姐姐是明理之人，戴瑁罪孽深重，天地不容。姐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不要怪我。王后这边。这边，打开。就是这件。姑姑，珍珠、珊瑚，你们两个死丫头，怎可把王后带到这种地方来？姑姑恕罪。姑姑不要怪罪他们，是我一定要来的。王后今之欲也，万万不该如此任性。戴瑁是有罪之人，已经连累了王后。从此，王后不要再跟戴瑁有任何瓜葛。姑姑快起来，姑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姑姑是母后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母后将姑姑指派跟着我来到秦国，就是把母后的爱一并带过来。在秦宫，无论经受多少周折，哪一次姑姑不是为了我受苦？如今又身陷牢狱，姑姑看着你长大，你是姑姑的心头肉啊。王后只要告诉我，那个孽障到底被我除掉了没有？姑姑不要说了，姑姑落此地步，为的就是这一个念想。你快告诉我。还是没有。那孽障的孩子呢？只说那孩子被除掉了吧？姑姑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如何对得起威后的嘱托？如何有颜面去见威后啊？姑姑糊涂。你若能放芈月一马，我们在宫里与世再忍一忍，总能与她相安无事，何苦要搭上自己的性命？王后打算息事宁人，可那芈月绝非是省油的灯。王后莫不是忘了，
连来秦国前魏后给王后讲的预言，八星出世，当主天下大变。那个芈月是要抢你王后和我们荡儿的太子位分的，他就是要抢走本归属于你的所有东西。奴婢怎能袖手旁观，容他得逞啊？可是我不能没有姑姑。王后自小宅心仁厚，姑姑给你做什么都值得的。但若不是王后心肠太软，一次次的阻止我下手，或许我们早就除去了那个心头大患。不怕王后怪罪，就是怕你从中作梗。姑姑这次才狠心给你服了安神丸。姑姑去了，去给魏后请罪，以后护不得你跟荡儿周全了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不，姑王后不哭，姑姑没有亲人，上路前有王后为姑姑送行，姑姑走得踏实。你失血过度，那红枣精米是要天天喝的。补血养颜，薏仁米也是很好的。多谢姐姐们挂念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臣妾不能起身，望大王恕罪。坐着别动，身子得慢慢养，但脸色看着却比昨天好许多了。多谢大王体谅。这孩儿懂事，很少哭闹。今日他还对臣妾笑了呢。他知道来到这个世间有多不易，这孩子也是命大。大王，给孩儿赐个名字吧。就叫继儿吧，蜀冀同路，河马书脉，五谷丰登，乃令国家兴旺。继儿，继儿，臣妾喜欢这个名字。好，多谢大王。恭喜八子，大王起的名字确实很好。蜀冀同路，五谷丰登，听起来很平凡，实际上寓意很深啊。继者，社稷也，在朕在肃，实为后继。荡之名是为了纪念商王成汤，继之名是为了纪念周王始祖后继。大王起名字从来都是深思熟虑，看来大王对这两个儿子都寄予了厚望啊。果然知道，你让他们都下去，定是有话要说。芈月要求大王开恩。你是在为谁求情？芈月知道这次自己和继儿凶险异常，但请大王不要将此事迁怒于王后。凶犯是王后身边人，王后必须要有所担当。再说，这安神丸来得有点蹊跷。玳瑁是罪有应得，但此事连累了王后，芈月却要为姐姐抱不平。王后一向心慈手软，服用那安神丸也是玳瑁故意所为之。
明明是受害之人，却要受大王的责罚，姐姐心里必定会觉得委屈得很。你一点儿都不觉得王后跟此事有关系？芈月知道姐姐的为人。好吧，既然你为王后开脱，寡人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。不是芈月面子大，而是因为大王是明君，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也学会了阿谀奉承了。姑姑的头还在城墙上挂着。是，大王此次也太过分了，为了一个芈月，连王后的面子也不给，大胆！这话也是你这身份的人说的。王后恕罪。大王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芈月，是为了整个后宫。大王是要以成世界，但姑姑却是为我死的。那城墙上挂着，也是我的头。王后，你们都起来吧。是。听说大王给芈月的孩儿起了个名字。是，给那孩子取名叫季。听大王说，蜀季同路，荷麻疏麦，五谷丰登，乃令国家兴旺。是啊，五谷丰登是个好名字，好寓意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王，坐。王后很久没有来承明殿了。臣妾知晓大王政务繁忙，不敢前来打扰。只是这2日阴雨，暑热里的潮气是最伤人的。臣妾特地熬了薏米百合红豆汤，给大王送来。大王，不妨尝一尝。好。汤不错。王后还有什么事吗？自从芈月产子，大王很少来交房殿了。你知道寡人忙。大王没有深究臣妾的过错，臣妾感恩戴德。祸乱之首，已按宫规处置。但愿后宫从此不再多事。臣妾明白。你明白就好了。还有一事，臣妾要向大王禀报。说。景氏有身孕了。好。景氏是你的应试，你替寡人好好照顾她。那是臣妾分内之事。只是芈月为大王产下公子，按照宫中常例，大王是不是该尽一下她的位分？芈月这个孩子来的实在不容易，给她提位分也是应当的。不过，
如今宫中位分比芈月高的，一个是魏夫人，她在先王后时就代掌公务，所以自然无话可说。另一个就是唐夫人，也是寡人为太子时就在身边服侍的老人，名正言顺。再有的就是魏良人，他是周天子做媒的宗室陪嫁之姻，也是应有之分。其余的无论有无儿女，位分都在芈月之下。此事暂且缓缓吧，免得后宫非议，说寡人过于偏宠他。大王想得周全，那就先缓缓吧。臣妾想，等那景氏生产后，让她与景氏一同提位分，这样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就照王后说的办吧。是。上次来逛园子的时候，继儿还在我腹中，转眼继儿已经满2个月了，都不知道这春天是怎么过去的。可不是，上回来满园子的杏花将开未开，这会儿再看，杏儿都快熟了。 2个月的光景，继儿已经会认人了。昨日我只问了一句“娘亲在哪儿”，他竟会用眼睛来找我。小公子长得多俊呀，一日一个模样。只可惜，大王好久都没来看望夫人和小公子了。大王近日公务繁忙，公孙衍联合诸国举兵，大秦的兵马也要出征了。 魏姐姐，八子，魏姐姐，八子在宫中静养多日，今天也有兴致出来走走。整日躺着，身子都躺软了。若再不出来走走，这心里头要添病了。八子说的也是，心若舒畅，身子才会好得快些。姐姐是宫中围棋博弈高手，妹妹正打算着。 等身子好些后，要去姐姐宫里讨教呢。说什么讨教？妹妹若是要来，姐姐随时恭候好了。妹妹可别怪罪，姐姐突然想起宫中还有些事情未了，得立时赶回去了。改日再与妹妹闲聊。 宫里原来是把我和王后看成是异党的，如今王后与我疏离，宫里人都躲避不及，唯恐卷入是非当中。戴瑁是王后的心腹，他把八子害得这么惨，照理说王后该逃不了干系。大王没有惩处他，就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这话不可乱说。王后虽与我生分，但她并没有害我。戴瑁 被枭首示众，虽说是罪有应得，但已是极刑，不该再怪罪王后。可惜王后听不到八子的话，她心里还不知道有多恨呢。八子仿佛是前世欠她的，我是欠她的。你们不知，当年在楚宫，我与王后的情分。 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出来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继儿怎么样了。回吧，我也乏了。公孙衍已被5国败下，诸国都在调兵遣将，筹措粮草。一旦大军压境，战局将对我大秦十分不利。6国联军。 公孙衍掌5国相引，看起来吓人，哈哈！只要我们应对恰当，他们终究是一盘散沙，攥不成拳头，不足为患。何以见得？齐王虽说是四处张扬鼓动，但并没有真正派兵加入。燕国与我秦国，既有联姻之意，又无利害之争，不会真心为敌。
楚王、魏王一向自大，必定为争当盟主陷入不和。公孙衍虽为5国之相，但哪一国的国君又愿意拱手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他呢？这不是一盘散沙是什么？只要我们集中兵力，狠打出头的，打退一国，其他各国必定争相逃命，不击自溃。对，有道理，说的是有道理。长子此话有理，但这场仗无论如何是要准备打的。寡人眼下不仅仅是担忧北面的诸国联军，还有西边的义渠人。公孙衍和义渠早有来往，以他的谋略，不会不打义渠的主意。大王不妨派人去义渠好生安抚，免得他们心生意念，使我们腹背受敌。据报，义渠王很快就要大婚，寡人正打算派公子华出使祝贺，但想他年轻气盛，还需要一个稳妥之人主事。长子，你与公子华一同去一趟草原，如何？长以定当不辱使命。好。你去给我捡回来。哦。当弟弟，你的球。当弟弟，你玩累了吧？吃块糕吧。呸！什么破糕，这么难吃，我才不吃呢。当儿，母后，告诉母后，怎么了？我想吃枣泥糕，不是这个。壮哥哥拿一些坏糕来骗我。母后也想吃枣泥糕，可那枣泥糕是玳瑁姑姑做的，但她不在了。母后带我去找她。她走得太快，赶不上了。我就要枣泥糕。公子，外面的园子里有好多会叫的虫子，姑姑带2位公子去捉蛐蛐好吗？我不要蛐蛐，我要大个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捉个大个的蝈蝈。好，走。走。王后，珊瑚，你会做枣泥糕吗？会是会，但是没有玳瑁姑姑做的好吃。姑姑给我留的那个匣子放哪儿了？我好好收着呢。拿出来，我要看一看。是。这么毒的日头，不让你出来，你偏要出来。我这阵子好多了，能吃也能动了。再说，要不是姑姑提起来，说这园子里的紫苏长得正茂盛，我还想不起来这事儿呢。以你如今的身份，做事情哪用得着你亲自动手？何况生完继儿这才多长时间？人家坐月子也就1个月，你们算算，把我关在宫里多久了？女医治说了，你的身子要经过4季才能调养得过来呢。春夏秋冬要1年？是这话。八子有理了，让姐姐笑话了。姐姐没有笑话妹妹，只是觉得妹妹爽直，竟也不知道心疼自己。芈月自小也惯了，由着性子做事，身上从没有一处不妥的。将我关起来，什么病都来了。出来走走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弄得一手泥污？姐姐不知，这是消暑神仙草，是宝贝呢。啊，这野草如何个宝贝法？这草叫紫苏。以前在楚宫，每年大暑前后，葵姑姑就会带着我在园子里采集紫苏的嫩叶，或鲜食，或做汤，既可口又开胃。真的啊？这东西竟这么好，那妹妹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！妹妹不知，偷人的孩子自幼体弱多病，到了夏日又特别不肯吃东西。这紫苏竟这般好，我也采些回去，照着妹妹的法子做起来。来，你也帮我一起。是。来。
珊瑚，去跟膳房说，他们做的膳食一点也不合小公子胃口，让他们重做。是。你也是的，带当儿去园子里捉蝈蝈，一去就是2个时辰。当儿回来只喊头疼胸闷，一口东西也不肯吃。小公子的脾气，王后也是知道的。奴婢几次喊他回来，他都不听劝。当儿才4岁，他知道什么？我让你跟着他，你是废物吗？奴婢知错了，王后恕罪。王后，什么事？米八子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你还跪着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王后，妹妹身子还没好利落，不必多礼，快起来吧。妹妹请坐。姐姐还没有用膳吗？哦，这几日天太热，一看到膳食就没有胃口。今日连当儿也不好好吃饭，这不，我在跟身边的人生气。跟他们生气有什么用？宫里头人人都喊热，听永相令说，每日的兵还都不够分呢。再不够分，也不会亏了妹妹的吧？看姐姐说的。我的心思是，得用些别的法子。今日我和葵姑他们在园子里采了不少紫苏叶，让人做了开胃降暑的紫苏汤，冰镇了，还加了些桂花蜜，特意给姐姐送来。就是那种草，有紫色的叶子。当年我和姐姐在楚宫里也采摘过，还记得吗？那也是个盛夏。在这儿。妹妹真是劳碌命，这些事情哪用自己亲自动手？你跟姐姐提，我即刻叫下面的人去做。我也是举手之劳，姐姐和当儿若喜欢，我明日还叫人送来。妹妹盛情难却，我只好坐享其成了。多谢妹妹。你我姐妹多年，若提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如今我们都各自有了孩儿，妹妹希望当儿和继儿也能如我们当初那般，薄是吹熏，重是吹迟，兄弟和睦。那是当然。那妹妹先不打扰姐姐了，慢走。珍珠，是。把这罐子给我端走。可听宫里的人说，这紫苏汤解暑，真的是很好。何时我交房殿如此不堪，竟也要受他人施舍了？王后恕罪，奴婢这就端下去倒了。福气啊！东陆公主可是草原上最漂亮的女人了。嘿嘿嘿。对，你看这东陆，长得可有几分像谁？像谁呀？眉眼，眉眼，眉眼，这眉眼这。不知道，笨蛋呐！像不像那个楚国公主？大王，你还想那丫头呢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她早就成了秦王的宠妃了。哎，秦王眼光不错。
忘了那个丫头吧，她不会回来了。就连当年偷羊的一小狼，都成长为草原上最勇猛的汉子了。他在哪儿呢？让他来跟我喝杯酒。外头摔跤呢。可以，有两下。那些人是干嘛的？啊，他们是魏国来的，给大王贺喜的。哦，还给您准备了礼品呢。拽他！好样的！干！来干！啊，虎威将军真是好酒量啊！哎，好说好说。来。义渠人果然都是英雄好汉呐，难怪秦王嬴驷提起你们也要聚3分。这几年我们与秦国相安无事，难道你们魏国希望我们与秦国为敌吗？大王不必担心，我们来义渠就是给大王贺喜的。至于是否联手，那是大王自己的事情。是，你是在跟我打哑谜啊？哈哈，在下刚才已经把贺喜的礼单呈给大王了，只是有一样重要的礼物还没有写上去。哦，竟有此事？我想大王已经听说了，近日来诸国纷纷调兵遣将，不日将兵临函谷关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中原无战事，秦兵就像饿狼一样盯着义渠，所以大王当然想与秦国相安无事。可一旦中原战事爆发，秦兵那头饿狼哪还顾得上你们呢？好猎人遇到这种便宜，怎么能不捡呢？义渠与函谷关千里之遥，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该捡便宜的时候？这个简便，大王只需耐心等候，等秦国派人来带着礼物，要与大王交好的时候，就是那头饿狼顾头不顾尾的时候了。大王，秦国来人了，说是给大王贺喜的。怎么样，被在下言重了吧？何人？国相张仪，秦王的长子嬴华。想不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。张仪，他出使的是我义渠国，不是你魏国。今日是本王大婚的日子，来的都是跟本王道喜的，我要以礼相待。如果谁敢动粗的话，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好。去，请秦国的客人进来。是。秦国张仪嬴华见过义渠王，免礼。这几位是？啊，那是魏国的使者来给大王道喜的。一路之上，喜鹊登之，霞飞满天，大王大喜啊！秦王特派我等备厚礼前来道贺。张国相和公子华千里迢迢来到我义渠，不管送什么，我义渠人都领情。父王命我们送来锦缎1000匹，美女100人，粮食200车，另有金银珠宝首饰等物。这是礼单，请收下。不知义渠王觉得这份礼够不够分量？果然是大礼啊！虽说是大礼，在下以为以锦缎之华贵，美女之妩媚，粮食之充足，珠宝之珍贵，为义渠王受之无愧。而我大秦言行不二，表里如一，送礼者与收礼人大和呀！黄鼠狼给鸡拜年。谁是黄鼠狼啊？谁又是鸡呢？好端端便张口辱主骂客，啊，如此粗俗无礼，
笨嘴拙舌，上天不会因为这个把你变成正人君子的啊！大王，您这营帐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小人啊？你放肆！今日在这帐篷里都是我义渠的客人，没有什么大人小人。张国相，这次你们秦王为何如此大方啊？大秦与义渠休戚相关，俗话说得好，行须好办，住要好邻。秦王期望义渠能与大秦永结同心。是，我们算是不打不成交。除了当年因为新王后的迎亲车队与大秦有些过节，可这几年我们相安无事啊，是吧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王后那个妹妹叫芈月，芈月如今怎么样啊？回大王，芈月公主以为八子在宫中深得秦王的厚爱。在下这次离开咸阳时，她特意嘱咐我带话给大王，拜谢大王这些年来善待她的义弟小郎。你们秦王果然是擅长调教女人啊！连那个泼辣丫头，如今也变得懂礼了。芈八子还拜谢大王，在义渠之时，大王对他护爱有加，临别时还赠了一匹骏马。靠女人拉关系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又来了，大秦与义渠乃道义之交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草原辽阔，天空中偶有雄鹰翱翔，但也会有顽劣之鸟飞过。张仪听说这几日草原上来了些奸诈小人，搬弄是非，妄图离间义渠与大秦之间的兄弟情分。对待这样的人，大王，您得多提防啊！张仪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义渠王面前摇唇鼓舌！你可知道，公孙先生已经手握5国相印，调兵遣将，易如反掌，灭你大秦如囊中取物。只要先生跺跺脚，你张仪的荣华富贵就会灰飞烟灭，秦王的江山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。是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怎么不让公孙衍在家里跺跺脚就完了？你跑这么远来干嘛？我张仪不用费一兵一卒，就能轻易化解他公孙衍的合纵之计谋。公孙衍还真将这5国相印视为珍宝，把你们当叫花子打发到各处去乞讨，不敌我张仪的一根舌头。劝他知难而退吧，早早的投降大秦，免得在诸国面前自取其辱。张仪，你这老奸巨猾、形如虎鼠的家伙，今日你的死期到了，还不给我拿下！快！拿下！住手！这里是我义渠，谁敢动手，换个地方！张仪，你作恶多端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回去告诉公孙先生，不要不自量力了。已经是丧家之犬，还到处乱窜乱咬，夸夸其谈。记住，不管是初一还是15，他都不是我张仪的对手。有你张仪哭告无门的一日，咱们走着瞧。义渠王，告辞。告辞。老吴，秦国的使者张仪跟魏国的使臣他们都来了，还给咱们带来了不少礼物。你算算，我们应该如何应付他？好，秦国，我本来就不喜欢他们这个秦王嬴驷，一大把年纪还抢了我的女人。对，大王，你不是刚娶了那个东陆公主吗？闭嘴！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对。老吴，还有一事，你得帮我算算。
既然五国决定联手对付秦国，那我义渠从旁策应，如果能够获胜，能不能一举拿下咸阳？算了，逮不着黄羊，兔子也是肉。夫人，要果子吗？不要不要。姑娘，放根木啊。先生，要果子吗？不要。有啊，新鲜果子。哎，谁让你在这卖果子？出去！哎，行个方便啊！哎，店家，来，让他进来。先生，新鲜的果子。果子怎么卖的？1钱2个。好啊，给我来3钱的。哎。先生好眼光啊！这果子新鲜多汁。公孙先生口信，崔伟那桩生意如何？让先生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办得妥妥帖帖。哎，谢谢先生，您慢用。请问周航先生是哪一位啊？啊，那边那位就是。我们道家倡导的是道法自然，跟你们儒家的。周航先生。夫人是？先生，我叔父令尹朝阳有书信一封，托我交给先生。我叔父朝阳说，周航先生在秦国人脉广，财力大。若我有什么需求，先生定会帮忙。言之则死啊！夫人请坐。不像你们儒家，死吧！死守。我们呐，是因循势而变。夫人，你叔父说你在宫中既无地位，又受人欺辱，那你想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呢？我想要他们。你想让他们一个个都离奇死去，你取而代之？真的？周航先生，你能做到？夫人好大的胃口啊！既然是谈生意，随便说说倒是可以，真要做，那夫人只能另请高明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在宫中我的位分最低。就算是死了王后，还有夫人；就算是死了夫人，还有良人、美人、八子，哪能轮得上我呀？那你要如何呢？我想让他们都变成疯狗，你咬我，我咬你，我在旁边看着痛快。这倒也不难，但需要机会，说不定这机会很快就会来了。真的？周航先生，您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？夫人莫急，你先留心着，听我的招呼吧。啊？好。月儿，看什么呢？看得伤心难过的。这部书里写道，齐庄公4年，大夫启良战死，其将士迎丧于野，哭声至哀，城为之塌。怎么忽然想到看这个了？列国征战已经数百年，至今未息。思想当日至今，有多少女子送别夫君，征人不归，肝肠寸断。眼下函谷关开战，我不得不惦记在那儿的小冉。年年征战，箫鼓喧空，这仗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这大征之时，生下来就是前有虎后有狼的，每一刻都在拼命厮杀，还不一定能活过这一日。姑姑小的时候家里也有父兄，后来出征打仗再未归来，我就问娘亲，
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啊？娘亲告诉我说，她小的时候也问过，她娘亲小的时候也问过，数百年来人人都这么问，但人人都不知道这一天到底在哪儿。仙儿有办法。八字曾说，在周武王的时候，诸侯都听周武王的。那如果眼下能有一位像周武王一样的圣人出世，令诸侯听命，一起讨伐首恶，那打完这一仗就不用再打了，那该多好！仙儿果然聪明，可惜眼下，即便是周武王重生也很无奈。周武王时，人少地广，诸侯分的土地都有富裕，所以众人只要忙着耕种即可。可这千百年来，人丁繁衍，不胜负荷，所以农人们只好放下锄头，拿起刀剑，去争夺自己和子嗣们的口粮。芈月好见解。大王，绵离，这么晚了，大王怎么会有空到我这儿来？好几次都想来看你和继儿，可是每日出宣誓殿的时候都快3更了，大战前征兵派粮，定制武器，还要与那些风尘们讨价还价。今日还算早的。刚才听你说起人丁繁衍，不胜负荷，殊不知有些地方仍然地广人稀，也有些地方粮食多，但吃不完。假如大家坐在一起，自己商量着调配，就不用兵刃相见了。大王说得对，若诸国君王都能像大王这样，以绝大权威，依人口和贡献重新划分诸国土地，便可以富国强民，减少争端。只可惜，愿意这么做的人寥寥可数，就只好由寡人和寡人的子孙来替世人做这件事了。今日寡人到你这里来，是想把木心给你留下。这孩子忠诚伶俐，有什么事让他跑个腿儿也方便。多谢大王。上次继儿出生时闹的风波，让寡人至今想起来心有余悸。有木心在，至少可以让寡人释怀一点。木心，在大王。寡人就把你交给八子了，你要好好伺候。是。寡人今日听到一个消息，跟你们楚国有关。啊？说是你们楚国的宝贝，如今到了我们秦国咸阳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和氏璧。真的吗？大白天的，什么东西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是什么东西？到底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啊！哎呀，这是和氏璧呀！和氏璧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这可是楚国的宝贝啊！你从哪里得来的东西啊？是啊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呀，真是，可是宝贝啊！先生请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郑家。公子何事？那个站在对面商寺穿蓝衣服的人，你可识得？哦，那个是住在游氏馆舍的东周游氏，似乎人家称他为中行先生。中行先生，那在下告退了，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出嫁的人也不少。既然要做成一桩大买卖，就不能心太急呀！啊，再等一等吧。好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先生慢走。张子从义渠回来，已经跟大王复过命了。
此刻该跟我说说，我的小狼弟弟怎么样了？你那小狼弟弟，好得很，他都长这么高了啊！义渠王待他有情有义，视若手足，但就是不爱说话。可是眼下公孙衍正在蛊惑义渠与我大秦为敌，我真担心，一旦哪天大秦和义渠兵戈相向，那匹小狼不知道该帮哪头才好啊！张子说的是，看来我得想办法，让大王把小狼弟弟要到秦国来。此为一事，还另有一事，乃万众瞩目之事。张子，请说。茶。魁姑上茶，奴婢这就去给张子烹茶。芈月，和氏璧。昔时，和氏璧在朝阳家失窃，因我贫穷，所以朝阳以我盗玉，让我蒙羞含冤，遭受了奇耻大辱。如今张仪也算有些财产，虽说不能富可敌国，但手头还算宽裕。恰逢和氏璧出现在咸阳，我为何不能来看看呢？说不定顺藤摸瓜能找到当年盗玉的真凶，以雪我蒙冤之耻。再好的东西都有它的价钱，张子有钱，去找那持玉之人买了就是。难就难在张仪跟这玉纠葛太多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张仪不愿再为了这玉陷入众人的非议之中。那张子是想要我们替你出头？正是。你想，和氏璧乃楚国国宝啊，芈月是楚人，你当面赎回国宝，天经地义，顺理成章啊。张子对此事志在必得，我已备下资用，单等芈月为我周旋。恕我直言，不知为何，我对这块宝玉突然出现在了咸阳，冥冥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芈月多虑了吧？其实坊间一直传说这和氏璧是驱邪避害的祥瑞之物，此时突然出现在咸阳，说不定是好征兆呢。啊？魏夫人听说那和氏璧的事了吧？为那宝物肯出价的人不少，但那持玉之人一直不肯松口，想必是待价而沽呢。适才我才听说，那出价的人当中，竟然有芈月。芈月，那宝玉曾是我大楚的国宝，要不是大王宠他，就凭他的身份，也配沾那宝贝。既然这宝贝是你们楚国的国宝，王后怎么不肯出价呀？只怕是还不知情吧。嚯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芈八子都出手了，王后总不能漠不关心吧？你应该让王后知道。哼，这段日子王后一直对我淡淡的，我才懒得去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放出口风去，就说你自己要买，让这话传到王后的耳朵里，别人也得信呢。和氏璧价值连城，我一个小小应妾怎么能买得起？只是说说而已嘛。哎，你刚才说这和氏璧是何物？那可是宝贝。哪国的宝贝？楚国呀。对呀，你孟昭氏大忠大孝，为了赎回楚国的国宝，安抚列祖列宗，倾家荡产，在所不辞啊。那我就试试。妹妹，妹妹好兴致啊，晒太阳呢。是啊，心里头整日晦气得很，再不晒晒就长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倒是听说一件新鲜事，那和氏璧突然出现在咸阳了。那又如何？那和氏璧可是我们楚国的国宝啊！真是好笑，和氏璧在楚国已经几百年了，
不是在楚王宫里，便是在令尹府上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唉，如今国宝流落在外，我是楚国女子，怎敢忘本背德？应尽微薄之力，让宝物回家。姐姐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有意将那和氏璧买下，归还母国。不是妹妹听错了吧？姐姐何时变得这么财大气粗的？所以呀，我要将我从楚国带来的妆容和全部首饰都卖掉。若是妹妹有一两样看中的，也算成全了姐姐。嘿，投中了，公子好厉害！嘿，来，公子，王后，我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再来，不用多礼。尝一个永相令送来的果子吧。不用了，多谢王后。王后，可听说过和氏璧？和氏璧，自然听说过。当年楚国逐玉高手卞和采此宝玉于怀玉山，初不为人时，后被文王赏识，琢磨成器，命名为和氏璧，乃我楚国传世之宝啊。是，现今那宝贝就在咸阳。不会吧？自从和氏璧在朝阳相府被盗，不知所踪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咸阳？妹妹也是疑惑。孟昭氏今日来找我，说是要卖掉全部的嫁妆和首饰，把和氏璧买回来送回楚国。那孟昭氏言辞从来口不对心，他的话不可都信的。但和氏璧在咸阳，应当是真的。上次秦楚交战，王兄怪罪我没有为楚国出力。既然和氏璧原是我楚国国宝，若能赎回，王兄一定很高兴。只是贪恋这宝贝的，一定还有别人。我要弄清下落，一定要先声夺人。中行先生，事情出了一些变故啊，秦国王后也对这块玉紧盯不放啊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王后，好啊，有她出价，不愁这价钱抬不上去。哼，记住，一定要按照我们先前说好的，最后的买主只能是芈月。事情可别出什么差池啊！小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贾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办好了这件事儿，发的可是笔大财。小人的性命可全攥在先生手里了。店家，结账。来了。好了，酒足饭饱。哎，记住我说的话啊，稍安勿躁。那你先去吧。大人，跟着那个人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要去哪儿。是。等等，啊，张相可在府上？你是说，那人突然提高了价码，本来要8000金的，如今竟索要1万金？小的听说，是因为看中这块玉的人太多，众人私底下都在竞价，
商人重利，奇货可居，待价而沽。黄金有价，玉无价，何况和氏璧不是一般的玉璧。你可知道，还有谁在与我们相争？这么说，你是知道的。大约不是一个人，但其间好像有王后。王后？王后怎么会突然插手此事？真是古怪。八子，王后既然相争，不如就算了。与王后失和，总是不好啊。哎呀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偏巧张子与王后又有过节，这让我在中间为难死了。反正金子都是张子给的，若能买到，就先将玉买下来，事后再和王后解释，总比东西落入不知根底的他人手中好些。是。王后，听说芈月也想买和氏璧，而且还出了高价钱呢。什么？芈月要买？奴婢去问过了，有个出价最高的人就是木心。先不论芈月有没有这个财力，她可是从来都不把珠宝玉器放在眼里的人。一块玉璧在她眼里还不如一卷书简。这次不同了，适才奴婢在园子里碰见孟昭氏，她说宫里都在传一句话：得玉者得天下。芈月一向藏有野心，她准是想跟王后争天下呢。不管那块玉璧多少钱，你都要给我买下来。是。母亲，此刻是几更天？回大王，已经过了3更了。难怪，寡人觉着乏了。哦，老奴给您敲敲背，解解乏。啊。听说这几日宫里不太平。是。都是被那和氏璧搅和的。孟昭氏叫唤的最凶，但雷声大，雨点小。芈八子最早出嫁，但遇上了王后不肯罢休，价钱现在已经是数万金了。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芈月那边，寡人心里有数，若不是受张仪托付，定不会淌着浑水。这张仪也是，尽管今非昔比，但当年之痛仍在作怪。张仪入秦，对楚国深恶痛绝，和氏璧是症结之一。人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可是王后那边也未免有点突兀。可不是嘛，老奴清楚。多事之秋，大王的后宫最好是风平浪静。若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只怕不管谁想争胜，最终大家都是一个字：输。大白菜，停车，就是这儿了，把东西给我搬进去吧。你找谁啊？范谷在吗？啊，在里面呢。搬进来吧。范谷，这是3万金，我家主人说了，今日定要将和氏璧带回去。贵人，你来晚了一步。珍珠，母亲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大人已经将和氏璧先买下了。这就是和氏璧。木心，你们把金子带走，和氏璧给我留下。珍珠，这个是芈八子要买的东西，您要是拿走了，
咱们这做下人的，拿命也赔不起啊！对不住了，我今日若是不把和氏璧带回去，你我都没办法跟王后交代。拿走。不是，哎，不能拿！你们不能抢啊！你们不能拿走，这是你八子的。八子的给我！这明明是我们先买的。放开我！别争了，都在这儿呢，好热闹啊！师傅，你们这是撞上的还是约好的？大人，这个事儿让小的也很为难。两位豪客都是一掷千金，各不相让，只好谁先来谁拿走。都说和氏璧是天下共传之宝，今日让老奴先开开眼。请。哎，慢点。嚯，真是好包装啊！揭开。的确是块好玉啊！这明明就是八子先买的东西，他们上来就抢。王后要的东西，谁敢横刀夺爱？行了，收起来，跟老奴走。大监，师傅，大监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大王有旨，每人付给他15000金，一同回宫。谢大人。